在这次更新之中，我要把高等女祭司介绍给大家。在2019年的4月15日，完整的女神奥秘终于铆定在地表上某一个特定的团体之中。公元457年，菲莱艾西斯神庙传授的女神奥秘完全失传。经过数百年的打压之后，女神奥秘终于重现人间了。4月15日，光明势力按照发祥自亚特兰蒂斯时代的正宗仪轨，把女神奥秘完整的铆定在物质层面。就在这个最重要的女神铆定仪式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刻，这一次光的胜利使得黑色贵族们再也按耐不住了。女神铆定仪式结束之后，黑色贵族便立刻下令耶稣会放火攻击圣殿骑士团的几个重要圣地，因为圣殿骑士团是寻找残存的艾西斯女神奥秘，并且把这些知识传递给西方文明的主要团体。圣殿骑士团在所罗门王的地下宝库找到了艾西斯女神奥秘的古代神圣文本。所罗门王的地下宝库位置靠近耶路撒冷的阿喀瑟清真寺。圣殿骑士团利用这些神圣的文本，在欧洲各地兴建许多献给圣母的大教堂。这些大教堂原本都是艾西斯女神的神庙。许多圣母大教堂会安放黑色圣母的圣像，而黑色圣母像其实就是基督教版本的深色艾西斯女神的雕像。有些女神雕像还会做出她哺育儿子赫鲁斯的母子合像。第一座失火的女神建筑是巴黎圣母院，事故发生的时间是2019年4月15日。巴黎圣母院的原址则是艾西斯女神的神庙。本杰明·富尔福德针对圣母院火灾的推理是正确的。黑暗势力利用火把圣母献祭给赛特，也就是艾西斯女神的宿敌。而那些主要的黑色贵族发动的反女神战争已经持续了好几千年之久。黑色贵族的第二波反制女神能量的做法是放火攻击耶路撒冷的阿科萨清真寺。值得注意的是，耶稣会士也暗示巴黎圣母院的大火并不是单纯的意外。同时，耶稣会士也在幸灾乐祸地庆祝圣母院失火。虽然巴黎圣母院惨遭不幸，所幸蔷薇圣女团的象征，也就是圣母院的玫瑰窗安然无恙。圣日曼伯爵在曾经转世为弗朗西斯培根的时候，通过玫瑰十字会运动复兴了一部分女神奥秘。圣日曼伯爵在18世纪的巴黎则是女神奥秘的讲师。他在生前把女神奥秘传递给亚历山大、凯德里斯托，还有庞巴杜夫人。庞巴杜夫人因此成为了地表世界第一位高等女祭司。高等女祭司是一位可以完整地体现女神奥秘的女性，她对女神奥秘的理解足以影响全世界地表人类文明。她也是稳定地球能量网格还有全人类整体文明的重要支柱。庞巴杜夫人在法国宫廷里大力推广上流社会的风雅文化，这种文化后来流行到了法国全境，进而影响了整个西方社会。庞巴杜夫人也致力于压制耶稣会在法国的发展。就在耶稣会遭到全面抵制的年代，也就是公元1773年到1814年，西方文明发展到一个新的巅峰。公元1775年，圣日曼伯爵在巴黎开设了一间不公开的神秘学校，他的教学使得巴黎出现了许多女性共济会会所。蔷薇圣女团也在巴黎得以复兴，他们对外的名称是骑士和玫瑰女神团。地表世界上第二位高等女祭司是朗巴勒公主。
朗巴勒公主是一个非常纯净的灵魂，她投生在隶属黑暗势力的萨夫伊家族。科隆纳家族试图操纵她的命运，不过她并没有被黑暗势力笼络。她后来担任全法国女性共济会的总会长。她也在地表世界上最早推广真正的女性社交圈，好让女性培养真正的姐妹情感和女性之间的友谊。朗巴勒公主也是玛丽·安东尼王后的好朋友。在公元1785年，卡格里斯托在巴黎开设了艾西斯神庙。朗巴勒公主在同一年的春分接受卡格里斯托的点化，并且学习女神奥秘。公元1792年，朗巴勒公主遇害。地表世界上第3位高等女祭司是西西公主，她利用自己身为王后的影响力，促成了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统一，而这一举动让欧洲得到许多年的和平时光，而且也把世界大战延后到数十年之后。西西公主是艾西斯女神能量的化身。公元189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日内瓦分支下令雇佣刺客，谋害了西西公主。她在日内瓦遇刺身亡。地表世界上第4位高等女祭司是玛丽莲·梦露，她在1962年遇害，原因是因为她想揭露地外种族存在的真相。地表世界上第5位高等女祭司是戴安娜王妃，她在1997年遇害。地表世界上第6位高等女祭司是艾西斯·阿斯塔拉，她在2018年遇害。这次的更新就先到这里，现在地表上有关高等女祭司的情报都不能公开。